中国海军军舰在数量上高于美军，美军前上将再次渲染威胁论。宋忠平的回答一针见血，敬请关注本期军事热点。时至今日，中国海军与美国海军的实力差距越来越小，甚至有些方面都已经超越了美国海军。因此，美国军方高度关注我国海军的发展。近日，美国方面再次表示对我国海军的飞速发展表示担忧。据媒体报道，美国方面表示，在过去的15年里，中国海军的军舰增加了117艘，美国海军的军舰则减少了112艘。到目前为止，中国海军共有333艘军舰，美国海军共有296艘军舰，比中国少了37艘。根据美国方面的调查，中国海军的军舰数量早在2015年就超越了美国海军，并且一直保持在领先地位。虽然美国海军在技术和战斗经验方面要优于中国海军，但是随着中国海军的发展，双方的差距将会进一步缩小。此外，美国方面还预测，从2020年到2024年这20年间，中国海军还会增加4艘航空母舰、2艘弹道导弹潜艇以及10艘攻击核潜艇等，共计94艘海军舰艇。不仅如此，外媒还指出，中国还在增强海军和空军的实力。此前，中国向外界公开了目前无法进行拦截的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今年8月份的时候，中国还发射了被称为航母杀手的东风26中程弹道导弹。由此可见，中国的威慑力将会越来越大。为此，美国之前已经退役的上将麦克里斯特尔在一次采访中称，中国的军事力量正在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增长，而美国在亚洲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看样子，这是美国方面给我国海军发展的充分肯定。但是细品过后，我们能够发现，美国此举依然是为了渲染中国威胁论。他们这么做，无非是想以此来让美国海军达成他们一直想要达成的目标。前不久，我国的军事专家宋忠平曾说过，目前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挑战美国在海上的霸权，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挑战美国海军在全球的霸权。不得不说，宋忠平专家的话一针见血。近年来，美国方面渲染这种威胁的次数越来越频繁。美国方面之所以要这么做，无非是为了遏制中国海军的发展，想要更多的国家参与其中。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不管美国是真的感到担忧，还是为了遏制我国军队实力的发展，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实力确实有了非常大的提高。美国留在亚太地区的时间越来越少，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中国方面开始反击，将开始限制澳大利亚煤炭产业，下一步会是铁矿石产业吗？敬请关注本期国际热点。前不久，澳大利亚士兵在阿富汗地区杀害平民的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随后，一幅在我国社交媒体上流传的漫画将这件事推向舆论的高潮，所以中澳之间的关系变得有些紧张。为此，澳大利亚方面开始与美国方面加强军事合作，以此来对抗我国。然而，就在美澳加强合作没多久的时候，我国开始对澳大利亚实施反击。据媒体报道，中国的相关部门批准，除了澳大利亚以外，中国在俄罗斯、蒙古、印度尼西亚等其他国家进口煤炭将会不受限制。我国相关部门表示，发电厂应该共享库存，以此来减少市场上高价煤炭的采购。不仅如此，我国还在减少对煤炭的使用，以减少二氧化碳等气体的排放。我国的这一举动意味着，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我们对煤炭的需求将会下降。由此可见，我国这是要开始对澳大利亚的煤炭贸易进行制裁了。由于我国的这一举动会给澳大利亚煤炭产业带来巨大打击，因此，关于我国的这条消息一经报道后，就引起了网友的广泛热议。其中有一名网友说道：“下面就剩铁矿石了，这是澳大利亚的命根子，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据获悉，根据德勤经济研究公司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虽然说澳大利亚煤炭行业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但是澳大利亚方面可以通过上涨铁矿石的价格来弥补这一损失。目前，中国要购买80%以上的澳大利亚铁矿石，而澳大利亚铁矿石则占中国国内供应量的60%。由此可见，中国虽然制裁了澳大利亚煤炭产业，但是他们在这一产业中的损失依然可以弥补，并且澳大利亚方面已经有了上涨铁矿石价格的想法。那么，如果说澳大利亚方面真的上涨了铁矿石价格的话，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为此，有分析人士称，我们不必感到太过担忧。首先，虽然说中国对铁矿石的需求非常高，但是近年来中国基建的脚步稍微暂缓了一些，并没有像之前一样需要那么多的铁矿石，所以我们可以像进口煤炭一样寻找新的供应商。通过铁矿石储量统计图，我们可以看出，除了澳大利亚等国家以外，俄罗斯与我国自身的铁矿石储量都非常大，均位于世界前5，因此我们可以向俄罗斯进口铁矿石，或者自己开采铁矿石。
所以说，我们并不用太过担忧澳大利亚会上涨铁矿石的价格，毕竟我们还有很多条路可供选择，反而澳大利亚方面应该要为此感到担忧。印度再次做出危险举动，130万大军集结边境，并做好战前准备。为何网友说其将会比1962年还要惨？敬请关注本期军事热点。眼下，中国军队与印度军队对峙了半年之久。此前，印度方面还往敏感地区部署了20万大军，导致当地局势迅速升温。随后，经过中印双方高层不懈努力的和谈之下，当地局势又有所缓和。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印度方面再次做出危险举动。据媒体报道，印度军方正在重新部署130万战斗部队，并要求做好战前准备，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危机。据了解，印度军队目前正在考虑将其部队战斗部署调整为双线部署，也就是说，印度方面很可能是想进行一次双线作战。不得不说，印度此举确实非常危险，稍不留神就会擦枪走火。因此，印度军方这一举动引起了不少人的担忧。然而，有网友却说道，将比62年更惨。早在1962年的时候，中国与印度就发生了一次冲突，最后的结果毫无疑问，我国取得了胜利，印度方面损失惨重。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双方都在积极提高自己的军事水平。为什么说印度在这个时候与我们发生冲突的话，会比1962年还要惨呢？据分析，首先当时的印度只是与我国发生了冲突，但是并没有进行更大规模的双线作战。然而这次印度则不一样，他们准备的是双线作战。如果战端一开，印度很有可能招架不住我军与巴基斯坦军方的猛烈攻击。如果说印度集中兵力与我国交战，那么巴基斯坦方面将会乘虚而入，届时印度将会固守不顾尾。其次就是军事力量不平衡。通过近几年以来的印巴冲突，我们就能看出印度的军事实力并不高，他们在印巴冲突中并没有取得太大的优势。近日，巴基斯坦军方还炸毁了印度军队前线的几座哨所，所以说印军连来自巴基斯坦方面的打击都难以招架，就更不用谈与我国交战了。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军事力量有了质的飞跃，我军现在装备的武器杀伤力强，覆盖面积广。所以说，我军与印军交战的话，我们很可能会在最短的时间内给予印度军队最大的打击。值得一提的是，印度在边境地区集结的130万大军，基本上可以说是举国之力了。如果印度开启双线作战，面对中国和巴基斯坦的猛烈攻势，印度肯定会遭到无法估量的损失。不仅如此，目前印度方面受新冠疫情影响严重，国内经济严重下滑。双线作战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及财力作为支持。按照印度现在的经济情况来看，他们根本无法进行双线作战。如果说他们要强行挑起战端的话，那么印度的经济又会倒退。所以说，他们将会比1962年还要惨。清晨时分，驻德美军基地突然空袭警报声四起，基地内乱作一团，到底发生了什么？据美国军事新闻网站报道，当地时间12月12号清晨，一声刺耳的警报声划破德国拉姆斯坦空军基地，广播中不断重复着“空袭，空袭，找掩护”这句话，让基地内的驻德美军乱作一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天原本是周六假日，但是由于疫情的影响，美军驻守德国的拉姆斯坦空军基地自今年4月份起就被关闭，一般人员无法进出基地，基地内的美军士兵也只能选择在清梦中度过假日。然而，在大部分美军士兵还在睡梦中时，基地内的防空警报突然发出巨大的呜鸣声，基地内的广播也随即开始播报。士兵们并没有在广播中听到他们熟悉的锻炼，反而是空袭，空袭，找掩护。一时间，巨大的恐慌席卷整个美军基地。拉姆斯坦空军基地官方事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警报声使很多人的心脏骤停几秒，不少士兵大喊大叫要寻找掩护。不过事后证明，这只不过是虚惊一场。那么，在当天拉姆斯坦空军基地附近究竟发生了什么？根据美军驻德第86空运联队的信息表示，当天他们的指挥所突然监测到东部方向有4枚洲际导弹发射，
于是指挥所美军第一时间将导弹发射警报通知给欧洲战区。不过在几分钟后，美军确认这些导弹属于军事演习的一部分，并不会对欧洲地区造成直接威胁，于是警报也就解除了。不过拉姆斯坦空军基地在收到警告后，并没有向上级核实情况，而是直接拉响基地警报，于是才发生上述的一幕。有分析认为，受到疫情等因素的影响，该基地的美军早已是紧绷神经，因此一听到警报便本能地做好最坏打算。美媒也形容称，尽管这只是一次假警报，但却是对当地美军2020年的又一拳。12月12号当天，俄罗斯军队用一艘隶属于太平洋舰队的北风之神奇核潜艇对布拉瓦洲际潜射导弹进行测试，并且一次性发射了4枚布拉瓦导弹。导弹从鄂霍次克海飞越近5500公里，击中阿尔汉格尔斯克州的奇扎靶场，距离芬兰边境仅几百公里。据获悉，这是俄海军首次利用北风之神奇核潜艇一次性试射4枚布拉瓦导弹。布拉瓦导弹是俄军装备的新型潜射洲际导弹，射程达8000公里，并且1枚布拉瓦导弹能携带6枚核弹头，而一艘北风之神奇核潜艇被认为能一次携带16枚布拉瓦导弹，这些导弹都有可能落到美国的本土上，这对美国人而言堪称噩梦。这一次俄罗斯亮出家底试射4枚布拉瓦，很显然是做给美国人看的。而从拉姆斯坦空军基地内美军士兵的反应来看，俄罗斯人的目的也算是达到了。